不知道为什么你摸起来就是那种好像还不是完成品的感觉，就是随随便便把一个 plastic 印好那个形状就这样盖上去。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 interior material 啊，哇，我整个就是不能接受诶，我觉得这辆车完蛋了啦。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H。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非常洁白、明亮、干净的一间 showroom 啊，就是我们 Johor Bahru 的 AG Auto World EV 这一间 showroom 呢，它卖的车就是 EV 车款，没有错。那这个 EV 车款，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发布的这一台 Proton E-MAS 7。Proton E-MAS 7呢，是目前 Proton 的电动车旗下的这个 E-MAS 系列的唯一一台车。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车款，这个不确定啊。但是现在这一台 E-MAS 7呢正式发布了过后，相信接下来也会让很多 EV 车型的品牌方受到震惊，可能价钱会打下来啦，可能会带给我们马来西亚人更好的 spec 啦。当然这个是一个 win-win 的啦，当然 win 的最大的赢家还是我们消费者。那这一台 E-MAS 7有什么惊喜呢？今天就可以一一为大家来解析一下。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这台车之前其实在网络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啊，我也是有拍过短视频影片来为大家介绍过这一台 E-MAS。那这台 E-MAS 今天看的跟之前看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一台是量产版本的 E-MAS 7。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prototype 啦，所以在一些细节方面可能有少许的差别。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量产车型的 E-MAS 7有什么地方是有做到提升跟 upgrade。当然，这台车我们之前在中国已经看过了啊，然后也为这台车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讲解影片。那时候我们看的车呢是包着那个 wrapping 的，就是有很多彩色涂装，所以我们很难看到整台车真正的线条。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其实它已经脱开它的这个伪装了，过后可以看到整台车的形状是跟中国版本吉利的这个 Galaxy E5是长到一模一样啊，只不过是在 logo 的位置呢换成了我们 Proton 最新的这个 EV 的 logo， 就是 Proton E-MAS 的专属 logo。我觉得这个 logo 很好看哦，比起现在原本的 Proton logo 来得更加简洁，看起来更加高贵啦。我觉得这样子就很美了。然后在这个 bumper 啊，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在 bumper 下方的这个进气口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绑起来的，它有一点点像 MG4 的那一台 X Power 一样哦。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打开来的，让它进
风。那为什么要把它阻挡起来？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呢？因为这种电动车啊，你把前面的这些洞都遮起来的时候，它会有更好的这个 aerodynamic， 然后也可以比较省电。但是当它需要散热的时候，这个孔呢就可以打开来，让风进去吹它的 radiator， 它也是有 radiator 的，只不过是让它的电池还有马达散热。所以这个我觉得很 surprise， 可以在 Proton 的车上看到。这个东西通常都是在一些比较贵的车才有啦。车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细细小小条的车灯哦，然后整合了 daylight， 里面这边可以看到一个长条形的 LED projector headlamp， 非常好看。然后这边有一个假的 vortex generator， 它是没有通风效果的，就是一个 plastic。假的这一台车呢，它是一个 WLTP 410公里的一台电动车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用的这个轮胎啊是那么大条啊，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个 Sport Rim 变小一点点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增加它的这个里程数啊？但是 Proton 它非常的不吝啬，就直接给了一个19寸的 Sport Rim， 然后是一个银黑撞色啦。轮胎方面给的是 Goodyear 的轮胎，然后是一个 Efficient Grip Performance。是一个 SUV 轮胎来的啦，然后这个轮胎的尺寸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235/50R17，就像刚才我讲的，如果Proton它把这个东西缩小的话，可能可以增加它的里程数，但是这台车看起来就不美了。这个19寸确实在车身侧面看过去，整台车搭配起这个比较大的 Sport Rim 是更加好看的，更加美观的。然后这一台车呢是一个 C segment SUV 啊 ，C segment SUV 在马来西亚有什么竞争对手呢？汽油版的竞争对手就很多啦，当然 Proton X70。他们自家的一台 C segment SUV 也是这个尺寸，这台 E-MAS7 哦，会比 X70 的这个车身长度、宽度，还有它的这个内部空间啊，来得更加的大。等下我们会进去里面体验一下。然后既然是 SUV 嘛，车顶就有这个车顶置物架，然后车门把手是这种内收式的车门把手，当车锁起来的时候，这个门把手就会内收啦，往里面收进去，也是为了做到这个更加好的 aerodynamic 啊，这个撞风的这个阻力啊会变得更加的少。这台车的车尾呢，就是看起来有点像保时捷的 Macan 一样，这个车尾灯很好看，左右连贯式的，然后一条这样长长，可是它又不会很大个，小小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精美啦。然后 Proton 的 logo 呢是一字排开的字样啦 ，Proton 从左边排到右边，下面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E-MAS7， 可能以后会有 E-MAS5 啦 E-MAS3 啦，不确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小个的 spoiler， 这个 spoiler 有一个第3盏 brake 灯哦，是在 spoiler 上面的，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耶，其实因为很多车他们会把这个第3盏 brake 灯设计在镜子里面，危险的就是当你把丁灯粘很黑的时候，会减低它的这个亮度，所以放在 spoiler 上面是外置的这种第3盏 brake 灯啊，不管你的丁灯后面多黑，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发光的那个穿透力啊，所以 good job， 这个 spoiler 我喜欢。当然这台车也是具备电动尾门，点一下就会打开它的电动尾门了啦。这台车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大家也不需要指望它有这个 spare tire 啦。想买车找我家冰小万里。但是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 OK， 很大，可以放很多行李箱。然后下面打开来呢，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深的凹槽啊，可以放你的臭鞋啊、球鞋啊什么之类的，篮球啊，还是你的 helmet 啊，都可以放进去里面，很深很大。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给我用的话是够用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台车里面长什么样啦。哇，坐进来这台 E-MAS 里面啊，就可以感受得到它是走一种比较现代 SUV 的这个设计啊。怎样讲是现代 SUV 呢？其实也不是现代 SUV 啦，就是现代的一些车款都会用这样子的设计理念，就是把中间这个 center console 设计到很大力，看到吗？高高在上。可是啊，有一个优点，在这辆车上有很多车没有的，就是我的这个大腿的位置啊，不会敲到 center console， 看到吗？因为它是一个镂空设计，完全中间是一个空洞，你可以把你的包包啊什么之类的放在这边，你的膝盖在开车的时候又不会敲到 center console。然后这个 center console 高有什么好处？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 armrest， 这样你可以把手这样放在上面啊，这一点我很喜欢。然后它有一个旋钮，就是操作它的音量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在这个旋钮上面做操作。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啊，就是现在很多车都把这个冷气操作界面整合进了中间的荧幕。这个荧幕如果你要一边开车一边操作，可能就没有那么直觉啦。对，它可以用 voice command， 但是它不一定100%会成功，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旋钮式或者按钮式来操控冷气。然后整台车的 interior
interior 跟之前我们看的 prototype 有很大的不一样哦。之前我们看的 prototype 呢，它的 material 啊真的是很差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摸起来就是那种好像还不是完成品的感觉，就是随随便便把一个 plastic 印好那个形状就这样盖上去。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 interior material 啊，哇，我整个就是不能接受诶，我觉得这辆车完蛋了啊。可是现在呢，这一台车量产车型，我们坐进来可以看到，本来 hard plastic 的一些位置啊，变成软材质了，这些都变成软材质，有薄薄的皮革保护。当然正上方还是一样 hard plastic， 不过看起来真的比之前的好很多。之前的我真的不能接受啊！如果你们有去看过的话，那个 prototype 的车型的话，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然后 steering wheel 方面是双幅设计，左边右边连起来不了，中间没有多一支钉的，然后下面是完全平整的啦。这个 steering 比较小个，所以驾起来应该会比较有 sporty 的感觉。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中间这个大荧幕啊，它滑起来呢真的很丝滑，很流畅 ，very good 啊！就是我不喜欢那个冷气在里面操作啦。OK， 然后前排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啊，在 headrest 这边还有 speaker 啊，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暗蓝色，有点 navy 这样，它不是黑色，不是灰色，它是暗蓝色系。然后整台车都是用 Flyme 的 sound system， 就是吉利跟魅族他们一起共同开发的一个音响公司之类的啦。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台车后座怎么样啊 ？eMAS 这台车呢，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啊，我觉得有一台车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一台车型哦，就是来自广汽的埃安 Y Plus。Ion Y Plus 那台车，它应该就是跟这辆车是同一个 category， 同样的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类别。那台车的后座超级无敌好坐，那台车是我坐过最好坐的 EV 车型的后座了。但是今天我觉得 eMAS 这台车真的不输那一台 Ion Y Plus， 它的这台 eMAS 的后座也是非常的好坐，后座椅背倾斜角度非常的斜，而且是两端式的，坐起来很舒服。然后它的椅子的大腿支撑也是非常的好，可以看到吗？它是支撑在我的膝盖下方了。它不像一些车啊，把那个后座椅垫设计到短短，有假的空间感，没有。这次 Proton 真的做到非常 good job， 在后座方面，这台车很舒服。中间还有一个 armrest 可以翻下来，上面有两个洞洞可以放杯子，哇，还有一个全景大天窗，真的，我觉得这辆车后座真的太舒服了。如果是你有电动车的使用需求，你想要开电动车，你想要尝试买人生中的第一台电动车的话，我觉得 Proton eMAS 7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价钱非常实惠，我觉得这个价钱很便宜，你买到这样子的东西真的很便宜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interior 的 build quality 不输其他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品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空间感真的很赞，电动车的空间感真的不是开玩笑。而且这一台 Proton 的 eMAS 7呢，它的 chassis 是这种 cell to body 的技术哦，也就是把它的整个电池整合在车身结构上面，所以它会更省位置，而且有更好的车身强度，更加安全。再加上它是使用刀片电池，我们都知道刀片电池出名的就是它安全，不易起火，然后在发生穿刺或者碰撞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发生起火的这个现象啦。所以这台车你用这样一个价钱可以买到那么多那么优质的产品，那么优质那么好料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嫌弃，除非你嫌弃的是 Proton 这个牌子。但是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啊，我完全不排斥任何品牌，我要的是我花这个钱买到更好的东西，更有性价比的东西。那这台 Proton eMAS 7给我的感觉确实是非常有性价比，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台车的话，欢迎到邻近的 showroom 去看这台车。当然，如果你是在 Johor 的朋友，可以到 Blenton 的这个 eMAS 的 showroom， 就在 Karsam 的旁边，然后 Nissan 的对面，这样子非常容易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啊。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台车，摸摸这台车。那接下来这台车注册好了过后，我们将会跟 Proton 或者跟 showroom 借这台车来做一个长途试驾，所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